听说他们要组个银河战舰，这种银河战舰出来没完了，就看他一个人玩。用真第二好吧？用真第二，看这个人能干死几个，一穿四是不是？我看他去。其实玩这个游戏已经有10年了吧，把《魔兽争霸3》当成一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吧。如果你一天不去玩，就感觉每天少做一件什么事情。最开始接触《魔兽争霸3》是在上初一的时候吧。也是因为刚上学的时候，那个课程比较轻松嘛，所以就接触了《魔兽争霸3》这款游戏。当时玩是觉得这款游戏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有英雄因素在里面嘛，比起星际来说，感觉更有挑战性。然后就玩了2年以后，就开始打一些比赛了吧。最开始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认识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在打一些小型的2v2比赛。但是我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在去玩这款游戏，就是每天大概可能玩个4-5个小时，然后晚上寝室熄灯了，也是会黑着灯然后玩到凌晨。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成功跟我以前的努力密不可分吧。那会儿我跟他经常就是练到凌晨2-3点钟好像，然后我问他，你一个高中老师明天怎么不用上课的吗？他说明天休假，每次都是这么回答的。他的操作比较好，操作非常好。他对于 UD 的理解比较深，我经常就是以前经常看他就是打到很晚，然后就是比如说看录像什么的，都会到天亮的时候。看到5点是吧？他非常勤奋的。看到天津5点。哇，今天我真的特别的激动，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究竟是谁可以问鼎本次2018魔兽争霸3黄金联赛冬季赛的冠军宝座？好了，有毒了这一波，把电这把红龙抢了，但是 DK 是拿到了这个葵轩。这里飞龙开始集火这个毁灭但是毁灭这边的话拉的还是比较好，飞龙被往下来，飞龙从后面扑过来了，蜘蛛的阵型可能会不好，没有拉扯的空间。已经抱起人口来了。Focus 也是和我线上交手过非常多次数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以细节操作非常非常强著称的兽族选手吧。他现在已经算是全世界最顶尖的2个兽族之一了。我觉得想击败他的话，不能跟平时训练的时候，比如练级路线啊、战术准备上一定要有所改变。120在劣势之中呢，他已经没有办法从常规的一个途径上面获取一个优势了，所以他选择了偷矿。那 Focus 回完血之后，双进化带磨平加速，一鼓作气拿下这个分矿。福克斯的这3盘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确实做足了准备吧，而且我有看到他和令神交流了特别多的东西。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红龙，哇 ，Focus 练级的细节开发的有点完善了。这个变形练级好像是有点厉害啊，有点厉害。这个 Focus 研究的细节是值得我们去怎么说呢？学习还有肯定的。但是这个野怪机制有可能会，这红龙都赶到家里了。反而是我打得非常保守，然后也没有什么细节的改善吧，然后导致了我打新加的地图非常的吃亏。像这种 BO3，如果你有1盘就被别人
针对了的话，其实在选手实力没有特别大的差距的情况下，还是相当难打。所以我觉得我输给福克斯应该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吧。踩不出第一脚地板。好，醒过来，踩了一脚，这一下位置踩在王震中间，看到了 DK 吗？有大血吃了，对，不好秒的。还有毁灭被打下来一个，那个狂战士在输出毁灭，不过矿的目标是真的打 DK 被秒了，哇 ！Focus 这边找到了一个机会，秒掉了对方的 DK。在我分矿的那波没有吃出来血瓶，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想比较贪吧，比较极限，然后想等残血再吃。由于他的剑圣宝物比较好，输出比较高，所以刚好把我的 DK 秒掉了吧。如果我的 DK 不死的话，我觉得我那波还是有很大机会防住的。没有光环，没有 C 就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牛头一踩，控制魔，啊，也是被放倒 ，DK 还在路上啊。Focus 大无敌还没有用 ，DK 有个魔瓶，这边 Lich 来不及了。今天打 Lolita 应该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了吧？如果赢了的话，基本上可以保证不出局。如果输了的话，感觉出现形势就凉了。打 Lolita 的话，我会利用我昨天准备的开局，然后去尝试一下吧。毕竟现在暗夜确实很厉害。你以为就是影响科技？他影响呀！他第一版应该是。怎么要被农民 rush 了？不可能，他们让上来打的不一样。不，我跟你说不一定啊。就他没见过那种打法啊！我一想，感觉上来会懵逼啊！他上回懵逼，感觉是不是野外已经偷了一个大墓地了？这是第二个。他上回懵逼了，有可能好吧？素质那么差，上来打基地了。对，然后上来我 KOG 学个树人，在那狂拆基地。可以，你打完可以来这边找吗？我觉得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有点懵逼了，我还得再试一下，把资源分配一下。对，不顾及队友感情，告诉你谁是队里的老大，谁是大哥？谁是队里的老大？给个下马威好吧？上来比赛先把你给击毙。我才是老大。然后这个基地的作用就是为了让别人来拆的。他如果不拆去练级的话，我这个基地可以起到一个侦查的作用。可以看到别人基地在干什么，也可以当做一个人头。他如果敲，他肯定就亏了，因为他敲就练不了级了。我即使这个基地退了，我现在造到就是5分之4，我看我退了能返回多少资源？退了返回75。大墓地是造价是多少？225，返回75，亏了150。150换他一个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就在想，这个基地位置具体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比较好 ？Lolita 这个人，我是应该算比较熟悉吧。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沉稳、非常稳重的选手。就他不会在比赛中轻易犯什么失误、犯什么错，然后而且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好。일공 선수는 일단은 굉장히 대단한 선수인 것이 틀림없는 게 일단은 언데드라는 종족으로 한동안 약체 시기를 좀 있었던 언데드를 가지고 최고의 자리에 올랐기 때문에 일공 선수는 누가 봐도 진짜 컨트롤이면 컨트롤, 전략이면 전략 모든 면에서 완벽한 선수라고 보고 있습니다. 之前有准备过很多打暗夜的战术，包括一些新的开局、新的练级路线，还有一些比前期比较莽的打法，比如开局去别人家里造个大墓地，这样可以让暗夜拖慢暗夜的练级节奏，然后自己可以多练一个点。但是比赛里没有选择这么做，是因为看了其他组1位王的选手打莫的比赛之后，觉得这个打法对 UD 其实也就是对 UD 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吧。
所以比赛里并没有选择这么做。但是我打 Lollet 的时候，开局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完善的一个开局了，只不过并没有把它发挥到极致吧。这次失利其实还好吧，我觉得我也赛前我就觉得这个小组对我来说其实蛮难的，然后只能希望其他中国选手能加把油吧。亡灵这个种族呢，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打不过其他种族，只不过可能这次我真的没有打好吧。总之下次再努力吧。我觉得下次我一定可以进8强，甚至可以进前3的。希望 UD 选手不要气馁吧，千万不要放弃这个种族。他最早换 UD 是用一个小号，叫一个 Tara 521，打那个凤凰杯。对，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的小号，一个 UD 很强，然后他就那时候有段时间大家不知道是谁嘛，就各种猜测，好像是 JDR 告诉我，他私下告诉我是120，就是觉得这个选手实力非常强，然后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最开始接触不死族是因为感觉非常喜欢这个种族的模型，然后喜欢腐球毁灭这个单位。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开始打比赛进入大家视野的时候，会被别人说成作弊，说成开图。当时我每次赢一场职业选手，就会被别人质疑，觉得我可能是靠高科技才能击败他们，因为当时我比较年轻嘛，在所有选手中可能属于最小的。被质疑，当时我还感觉挺冤的吧，因为我说实话，我真的是非常努力练习的那种，但是直到16年年底的冬季赛吧，我是3-2击败了令，才撇清了大家对我的看法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通过打魔兽交的这些朋友吧，就比如像周西西、像彩色这样的，和他们一起练习、一起交流，也是提高了不少吧。最开始处于一种打比赛只能进个32强、16强这种阶段，到后来打得比较久了，就可以进一些4强，甚至夺冠吧。然后，认识他们这么多年以来，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们就属于那种和你可以比较聊得来，然后你能毫无保留的跟你说一些平时你的问题所在，可以帮你指出来你的不足，然后让你有所提高吧。之所以选择牛币作为自己的俱乐部，是因为牛币俱乐部一开始就找到了我嘛，然后我也是知道牛币俱乐部取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比如在 Dota 2方面，还有炉石中欧对抗赛方面。就是由于 Time 也是刚刚加入了牛币俱乐部嘛，所以我也是非常愿意和他去联手，组建一个非常完整而强大的 RTS 分部。这次来上海呢，我还是比较开心的，然后遇到了很多的老朋友，然后还遇到了对我这么负责任的拍摄小哥哥，还有一些漂亮的小姐姐。没白来吧，然后我也希望在后面的线下赛可以见到更多的老朋友。毕竟我很享受这种就是和自己的算是和自己的同行可以深入的交流探讨，然后一起吃饭的感觉。对我来说可能输赢并不是那么关键，只要比赛打得精彩就行了。UD 这个种族虽然不是那么强势，虽然可能会输，但是至少对于我来说比较有挑战吧。
我觉得这个种族需要我去支撑着，我觉得是一种信仰吧，一直支撑到现在。更多的是为了挑战自我吧，我觉得可以挑战人类的极限，是我比较快乐的一件事情。